那么今天下午聊第一个品种是港股的小鹏汽车。其实，在之前的留言里面，关于这个股票我是已经回复了很多次，因为整体不是看好，所以一直是以文字性的形式告诉大家，这只港股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。那么鉴于最近还是有朋友在问，那么这一次咱们专门出一期视频来说一说我为什么不看好这只港股。其实在上周我们也陆续讲过理想和蔚来，那么理想整体走势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蔚来汽车的走势呢也是不容乐观。那其实目前这个小鹏汽车的走势和蔚来汽车是类似。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，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看好。首先，这只港股上市的时间不长啊，2021年的8月份到现在也就是不到4年的时间里，在这不到4年的时间里，从相对的一个高位220，先是跌到了低点是 24.75， 在这一轮新的下跌里面，它其实是走出了一个三波形态啊 A、B、C， 之后从 24.75 开始向上展开了一次三波的反弹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反弹它整体的一个高度，可以看到此次反弹它基本是按照三波的一个形态反弹到了黄金分割 0.382 一线也就是 99.30 这样的一个压力，最高摸到了106，结构上是走出了一个新一轮反弹周期的 ABC， 并且它整体反弹的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。那既然反弹结束，有没有可能延续之前从220跌到 24.75 这样的走势，再次向下走出一个下跌，并且这个下跌要跌破之前的 24.75， 形成新的低点的出现。比如这是 A、B、C， 那整体如果按照这样的预期来看的话，那前期第一次从220跌到 24.75， 它就是周线级别的 A 浪，或者是双重三浪当中的 W 浪。那从 24.75 反弹到106，这里极有可能就是 B 浪或者是 X 浪。那也就意味着当前从106向下走出的这一波走势，它可能是 C 浪或者是 Y 浪。那通过这样的划分，我们就知道了当前这种走势它向下是极有可能再次创出新低的，所以这是目前第一种不看好的预期。那下来我们说一说第二种预期。第二种预期，那前期下跌可能它就是在 24.75 已经结束了，从 24.75 再向上，它再发展出一个较大规模的引导楔形，1、2，这里是3。那当前其实就运行在这个引导楔形当中的第4浪。那么我们再通过黄金分割来划分，参考之前引导楔形2浪的回撤这么深度的话，那下一次回调的深度虽然不会像上一次那么深，但是至少也会看到618到764这个区域，也就是 56.20 到 44.40。那整体走势后期可能就会发展成这里是一个4浪，然后向上再发展出了一个第5浪。那无论是按照第一种预期还是当前的第二种预期，我们看到从当前的价格 70.70 来说的话，向下下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那至少还能再跌个14到26港币的这样一个下跌幅度。这也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关于小鹏汽车我一直不看好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那么可以看到第一种预期是相当的悲观，按照大级别的双重三浪 WXY 后期会创新低，就算不创新低，按照第二种预期它是在走引导楔形，那么也面临一个4浪的一个大幅回撤。所以当前对于这只股票，我个人建议是继续回避，因为目前的结构上来说的话，还是形态上来说的话，都不支持我们参与其中后期看涨的这样一个预期。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，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。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、港股、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。好，今天下午关于这个
港股小鹏汽车的整体结构分析到此结束。